这个总统啊，到地方首长啊，明代更不用讲了，你就会发现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网络舆论。好，即便呢现在民怨炸锅，好，疫情疫苗的事情这么乱这么多，那甚至呢最近呢共机还一直来烦，一直来。那小英总统呢是这2天才有了动作，才开始发火的。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只关心他的 IG 人数要破90万了，他只关心这个啊，他只在这边偷脸书、冲 IG， 他有别的吗？没有啊。而且你也看得出来，像比如说最近这个屏东的挖眼案，那为什么潘孟安县长会被骂翻？也就是因为他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之后呢，他还在那若无其事的剖脸书讲自己的政绩什么之类的。那别人在那边忙，别人在帮忙募款，那他没事了，他完全没他的事了。大家在忙，然后最后大家长才来，好才去看那位那个女店员。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他们都很沉迷在这个网络的影响力，好，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样？他们都在当网红，是不是？我们是在被网红领导。我们是一个网红总统，我们看不到实体总统，他也不关心我们的人命，死了多少人，多少的小老百姓对的生命丧失，或多少小老百姓因为店开不了，疫情多大的冲击，他是完全看不到，叫做何不食肉糜哦。当我们的总统活在自己的平行的宇宙跟时空，你不要小看他，人家817万的超级网红，是不是？想想我就酸了，怎么办呢？心酸呢、就是是非价值发现，如果说台湾我们的所谓的民主，其实这个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些议题。到底民主的意义在哪里？假如说透过民主跟选举制度选出来的是一个独裁的人，或者是滥用资源的人，或者只要会说谎话、说大话或骗人，然后只要用网军侧翼去攻击，然后把所有资讯倒过来讲，说谎也没有关系，就可以治国的话。就可以选赢选举的话，其实也没救了啦。我觉得他们只要反中牌、抗中牌一直出的话，他们确实好像可以躺着选。你看最近共机一直来成这样子，那美国都跟中国私下沟通，在那边处理了。那总统也发文了，好，总统呢告状的也告了啊，那个外交事务周刊也告了。那同时在昨天的中常会上呢，我们发现小英总统真的变刺猬了。我为什么讲刺猬？因为刺猬是王丹说的。王丹说呢，只有台湾变成刺猬，才有办法争取到和平，这是他的论调。所以小英呢，立刻真的变刺猬了。昨天在中常会上，他不是要正告北京克制吗？以免擦枪走火。可是问题是，这不是。都你们一直在挑衅吗？都不是民长一直在操作吗？你看吴钊燮也不是说台湾人都已经要准备打仗了。我们因为站到底，那吴钊燮讲正告，因为那个小英的谈话是有部分几乎完全 copy 吴钊燮的讲话，是吗？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好笑，关你屁事啊！外交部长你是外交部长，你要帮国防部长讲话啊，你要抢生意、抢工作啊，然后一副战狼的样子，到底你是谁哪根葱啊？就可不可以政务文官也对自己的专业跟负责的范围，有一点基本的分际？他一天到晚当一只他獒犬被拉链子，帮小英咬这样的角色，可是呢，你看看人家拜喜，马上人家就要准备开始见面了。从孟晚舟之后那你自己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时候，但其实也是台湾依赖大陆的外贸，包括商业的外销程度最高的时候，但是却是两岸之间最所谓的兵凶战危，当然是他们造成的，是没有沟通完全中断的时候。对，可是他现在好像一副创造的仇恨，就是不断挑衅。然后你刚刚特别提到战狼外交，是怎么样？是要逼大陆，要激怒大陆，赶快打过来，是不是？所以才会很多人说他到底是应该统派的吧？对，中共同路人，统派的，然后逼着大陆非打过来不可，不然太软弱了这样。但是我们很快可能会看到如果说这个美中关系在改善当中，他们在竞合的关系里头，很快都要显现商业的合作跟互相利益的合作的时候，结合之后，台湾很快就被一脚踢开了啦。我们的角色就只是一直在买军购啦那我今天中午才看到新闻说，哎呀，萧美琴还在那边办了这个美国办了很大的这个宴会，邀请相关的人来，他们每个包括 AIT 的当地的主席，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调说，台湾必须要有自己
防卫能力你们要自己加强啊，都是应该要想办法啦。我美国人呢，你要靠自己啦。我美国人现在是考虑，人前好像在呛瞎说民主、自由、法治多么厉害怎么样，但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萧条啊，那太多的这个失业率跟他们选票的压力，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出另外一条生路，所以底下想尽办法，另外一只手就是那个像小三在后面牵手。然后你以为看到的都是那个好爱你啊，对台湾山盟海誓的各种保证。如果拜习会之后，中美关系大幅的改善，也许在商业谈判跟利益互相做一些合作跟让步的时候，台湾当然很快就被边缘化了，那就是一大抛弃。你说台湾就没角色了，对，被抛弃了。然后当你的所谓的真爱，唯一的靠山，每天抱的大腿的这个美国大哥哦，他真的是去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山盟海誓吗？你甚至不要说是在这个年底的拜习会结束之后，现在呢，是不是现阶段哦，美国就是拿台湾来交易，拿台湾来换年底的拜习峰会？台湾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如果说两岸之间一直在这么的好像是一直只能靠着美国抱大腿看美国的脸色的时候，我真的立刻就已经可以想象到拜习会之后台湾的处境就是被抛弃哦。然后黄介正是刚刚上任接国民党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嘛，他也是淡江大学战略所的教授。他说其实最危险所谓的兵凶战危，我记得听不到几百次了。是，我就问说你们到底觉得什么时候才是兵凶战危啊？每次跟我讲都是此刻就是最兵凶战危的时候。我个人比较觉得，只有选举的时候才是最兵凶战危的时候，选举一定会被拿来炒作芒果干。是，可是他的评估，他认为是2024到2028之间。2024到2028，而且那我是不是配合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国防部这份报告呢说2025啊，其实这个对岸呢已经有封锁台海的能力已经完备了。哦，那这个是国防部自己的报告，就2025不久4年后那刚好也就是最危险，就是落在黄介正说的2024到2028嘛。对。其实我认真想啊，因为他现在所谓具有局部，他讲的是全面封锁。对，全面封锁的能力，其实台湾就已经挂了，我其实不太需要全面封锁。他现在就可以了，他现在就可以封锁，只是到了4年后是完全封锁。他的意思是说，2025可以把包括西岸、东岸、南海全部的这个航海线全部都封锁。可是其实只要电力或相关的通讯，因为卫星。现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都自己打上去啦，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卫星系统已经不再依靠美国啦，不像我们的所谓的雷达站的资讯都还是直接跟美国在共用。对，那美国当然会担心这是台湾的战略地位被吃掉了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利益真的会大到足以来防卫吗？其实真的啦，他也不用花真的一兵一卒，我们随便怎么讨论，他真的只要把我们的出口的线，那个黄介讲一点那个我们的天然气的存量也是1个礼拜。对，这个也是，只要所有的断气船进不来相关的能源，现在全球已经在短缺，已经全部价格都涨翻了的情况之下能源全球的危机的时候，那更何况到时候是所有船只要把我挡在这个外海。全部进不来的时候，台湾不就玩？其实也不用花太多一兵一卒还要什么飞弹或什么，没那么麻烦。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你还年轻，应该跟我一样，有大断电、大停电，是半夜的时候全部停电，因为电塔倒了。对，后来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不用电塔倒，只要一个椅子。对，一个不小心误触按钮，台湾的就挂了，太简单了，只要一张椅子就可以台湾投降。当时我真的还半夜醒来的时候，以为是老公打过来，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跟我有同样的这心情跟经验。只是告诉大家，我真的觉得台湾如果要被封锁跟攻击，其实真的太容易了。对，只是要不要而已那真的你一直这样一直用武力军备竞赛。真的会对台湾安全有保障吗？这个问题还是只是刺激更早让台湾陷入危险而已。可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却不断的成为民进党很好用的芒果干跟提款机。那么年轻人有时候就是义气啊，我改变我们跟他不一样就好像讨厌中国大陆的这个不管网友或小粉红。可是回归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真的大陆要拿台湾太简单了嘛，轻而易举。好说的，你这样的刺激跟所有的挑衅，都只是让台湾更危险而已啊。